大家好，我是机电匠。本期视频我们把汽车喇叭拆开，和这个普通喇叭做个比较，看看汽车喇叭为什么不能放音乐，它们的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。汽车喇叭是汽车的音响信号装置，准确的应该叫鸣笛喇叭，用来发出高音量的警示声音。和普通喇叭一样，都有2个接线端子。不同的是，普通喇叭输入的是电压随声音变化的音频信号，然而汽车喇叭输入的是电压不变的直流电。给汽车喇叭接通12伏电，就能发出声音。给普通喇叭接12伏电不会发出声音，还有可能会烧坏。这个实验就不做了。先把汽车喇叭拆开。这是面盖，是一个铁皮冲压件。这是膜片和共鸣片。膜片有弹性，能让它上面的铁芯和振动块自动复位。底部的线圈通电产生磁力，吸引铁芯和振动块上下运动。这个长臂开关会和振动块接触，振动块上下运动，压在上面的时候，开关断开，磁力消失，振动块向上回弹，开关又会闭合。如此往复，膜片和共鸣片就会发生。接线端子、长臂开关、线圈是串联电路，所以膜片的振动能够控制开关的通断。现在拆开普通喇叭，环形磁铁和导磁块的缝隙里，形成一圈沿半径方向的磁力线。这个能上下活动的线圈是音圈。和汽车喇叭不同的是，普通喇叭的接线端子直接和线圈相连，线圈里流过变化的电流，在缝隙里切割磁力线，从而受力上下运动，形成了振动。这些振动和电流的流动是对应的，所以电流里有音乐，发出的声音就是音乐。然而，汽车喇叭膜片的上下运动形成的振动，是因为振动块接触长臂开关，切断了电流，又因为回弹重新接通了电流，周而复始发出了声音。汽车喇叭获得的是恒定的电压供应，电流没有变化。这些振动和输入的电流没有关系，所以汽车喇叭是不能像普通喇叭那样播放音乐的。汽车喇叭很像一个继电器，我们做个实验，让继电器发出类似汽车喇叭的声音。先给继电器的线圈引脚通电，这是铁片吸合的声音。再把其中一个供电接到长臂触点上，然后连通电路。这声音是不是和汽车喇叭的声音类似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